你有想过要申请新青安房贷吗？政府不是祭出了一连串的打炒房政策吗？现在又来一个新青安贷款，会对房价产生什么影响吗？这个新青安和旧青安的差别是什么？为什么又有些人说超过35岁的话，这个新青安贷款就等于是看得到吃不到了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中要带朋友们来了解新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。旧版的青安贷款在民国110年1月1号就已经开始实施了，而就在今年的8月1号，新版的青年贷款正式上路，为期3年，也就是贷款通过的话，即可享有3年的利率优惠。和旧版青安贷款的差别主要是几个数字的调整。首先，利率由现行行库补贴半码，政府再补贴半码。也就是从之前的 2.025% 变成 1.775%， 贷款额度则是从800万调整为1000万，贷款年限从30年调整为40年，最后宽限期从3年调整为5年。如果你想要申请新青安贷款，只要你年满18岁，配偶和子女的名下都没有自有住宅，也没有使用过旧的青安贷款，并且你现在要买的房子是在申请日前6个月内购买的，那你就可以到这8间公股银行去申请这个青安贷款 2.0。这边阿中也挑出几个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。第一，申请条件规定必须名下无自有住宅，这个自有住宅是怎么定义的？官方的回答是：已申办时借款人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全国财产税总归户财产查询清单均无建物资料为原则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只要名下有建物，就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了。第二，我已经买过一次房子了，这样还符合首购的资格吗？这里要破除一个很常见的迷思，其实官方对于首购的定义从来都不是第一次买房子，而是单纯针对名下没有自有住宅的族群。所以如果你曾经买过房子，但是已经卖掉了，那也是符合条件，是可以申请新青安贷款的哦。那如果你是持分的房子，也就是共同持有，只要你持分的面积未满40平方公尺，那也是符合条件，也是可以申请新青安贷款的哦。第三，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，意思是我最多只能贷款1000万吗？非也。我直接举个例子来解释。假设你今天买了一间1500万的房子，审核过后，银行愿意贷给你8成，也就是1200万。那这1200万其中的1000万就适用新青安的贷款优惠，剩下200万的利率就要看银行怎么跟你谈。第四，我正在帮爸妈缴房贷，但是我名下没有房子，这样也能申请吗？可以，只要符合刚才提到名下没有建物就行，就算是名下有土地，只要不是建物，都算是符合资格。第五，我已经超过35岁了，这个最高40年的贷款年限，是不是就等于看得到吃不到了呢？朋友们可能有听说过，银行有所谓的内规，像是贷款人的年龄加屋龄要小于65岁，或是贷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要小于65岁。这是因为65岁是退休的年龄，就像我们之前贷款篇的影片所提过的，银行最在意的就是你能不能稳定的还钱，他会担心你退休了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缴不出房贷。但是这个年龄限制并不是铁律，老话一句，只要你的财力状况、信用条件良好，银行对你有信心，就还是会愿意借你钱。所以已经超过35岁的朋友也别灰心，阿中会鼓励你们，有机会都可以尝试看看。总结来说，新青安贷款最大的亮点就是贷款年限调整为40年，宽限期变成5年，等于是前期每个月的负担又变得更小了，但是总共要缴的利息也就变多了。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只买这一间房子，这个总利息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。在这里我也祝福各位实力坚强的朋友们都可以顺利的越换越大间，越住越舒服。不过贷款年限真的是越长越好吗？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瑞典在2016年的时候修法，限缩了房贷的年限，上限定为105年。原本瑞典的房贷甚至是没有年限的。会这样修法的时空背景是因为瑞典的房价竟然在10年之间涨幅超过了100%，
当然，房贷年限并不是唯一的原因，但是造成房价飙涨也是功不可没。而历史总是会惊人的相似。因为篇幅的关系，关于海外房地产，有机会阿忠再来跟各位分享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们买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。如果想要看比较轻松的话题，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下次见。